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今天要繼續分享我最近學習 AI 的成果。這一集的節目，我要將日本時代初期出版的台灣朱井寫真帖的老照片，利用 AI 將它們生成為影片。台灣朱井寫真帖分為2集，是由日本陸軍參謀本部陸地測量部人員所拍攝的照片。拍攝期間是從1895年9月16日至11月7日為止，正是乙未戰爭的期間。所以這本寫真帖可以稱得上是日本時代台灣第一本風景寫真帖，同時也可以視為是大清帝國在台灣最後的風景，因為照片裡面所呈現的都是大清帝國在台灣最後的面貌。2014年我在網絡搜尋台灣老照片時，無意間在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的數位資料庫裡面看見這本寫真帖。後來我曾寫文章介紹這本台灣朱井寫真帖。2021年我也在我的 YouTube 頻道介紹過這本寫真帖。這本寫真帖由於年代久遠，所以照片保存的品質不佳，而無法清楚看見照片中的景物細節。而沒想到在 AI 時代來臨之後， AI 可以輕易的修復老照片，讓影像變成清晰，而且可以將照片生成為影片，以更生動寫實的方式呈現100多年前的台灣風貌。所以我就運用最近所學的 AI 技術，重新製作這一集的節目，修復台灣朱井寫真帖裡面的老照片，並將它們製成影片。由於篇幅的關係，所以我只能選錄一些照片製成影片來分享給大家。這是基隆港及同市街的全景，照片記錄了當時基隆港港灣景色、建築物及市街風貌。這是基隆二沙灣炮台，二沙灣炮台又稱海門天險，現在是國定古蹟。這是從西樓山遠眺基隆港，西樓山現在稱龍子山，位於和平島，山頂有社寮炮台。這是台北城內市街，遠處為圓山內湖一帶的山巒，更遠處為陽明山至五指山一帶的山嶺。這是台北城內市街，遠處為大清帝國台灣布政使司衙門，大約就是位於現今台北市中山堂附近。這是台北西南門樓閣，就是今日的小南門，不過城門已經改建過了。這是淡水河畔，遠處橋梁為清代鐵路所經過的台北橋。這是台北十方街，就是現在的衡陽路，日本時代的龍町通。急公號一方在日本時代因為馬路拓寬而移至新公園內保存，現在是台北市市定古蹟。這是台灣布政使司衙門的欽差刑台。日本時代作為台灣總督府的廳舍，直到1919年新總督府建造完成，才遷離此地。原址後來改建為台北市公會堂，就是現在的中山堂。這是台北西門外門甲附近農家及中國婦人洗衣的情景。當時還在乙未戰爭期間，所以日軍仍稱台灣人為中國人。日本領台之後，就稱台灣人為本島人，那日本人就是內地人。台灣人的意思及稱呼是在1920年以後才漸漸形成的。這是台北北門樓閣及市街一景。這個城門大家都很熟悉，就是台北城門唯一保持原貌的城門。北門、承恩門，現在是國定古蹟。這是台北北門外的大稻埕，鐵道兼人行通道。這是淡水河口滬尾英國領事館。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景點淡水紅毛城，現在是國定古蹟。
這是滬尾淡水河口日本關稅署。這是歷史古蹟前清淡水關稅務司官邸，被稱為淡水小白宮，現在是新北市市定古蹟。這是滬尾炮台。這座炮台依舊在，現在是國定古蹟。這是淡水河口滬尾市街，就是現在的淡水老街。這是水邊角停車場及市街一景。水邊角就是水帆角，汐止的舊稱。這座橋是汐止的嘉東西橋。2003年，汐止鐵路進行高架化工程時，在嘉東西橋北岸挖掘出清代劉銘傳修築鐵路的遺構，後來原址設立嘉東角鐵路遺跡公園。這是新竹市街及銅城壁。新竹城城牆後來已經完全拆除，僅剩東門、迎西門，現在是國定古蹟。這是新竹停車場發車前的情景。新竹停車場及新竹火車站，這是第一代的新竹火車站，是劉銘傳時代興建的，原址位於枕頭山山腳下，約在今日新竹公園、新竹玻璃工藝博物館一帶。這是行駛中的蒸汽火車，可能是騰雲號或裕豐號。遠處的鐵橋是劉銘傳時代興建的竹北鳳山溪鐵木橋。這是台南市街光景，這座城門是大西門、鎮海門，原址位於今台南市民權路西門路口。日本時代因為拓寬西門路而遭到拆除。這是從台南大西門城樓上眺望城外光景及遠眺安平方向。這是安平居留地景況，這棟洋樓為英國領事館，原建築已消失，現在成為台南市安平區西門國小的操場。這是安平大炮台門口，就是二鯤鯓炮台，又稱義載京城、安平大炮台，現在是國定古蹟。這是台南城外大南門遠眺，當時城外是一片墓地。日本時代台南廳徵收大南門外19甲土地，要興建綜合大運動場，當時引起民眾激烈的抗爭，導致多人入獄，史稱廢墓事件。這是打狗海峽的光景。峭壁上方的建築物為英國領事館官邸，山腳下的洋樓是英國領事館。這是打狗信號台的光景，打狗信號台就是打狗燈塔，現在稱為高雄燈塔，又稱旗後燈塔。興建於清光緒9年。這是從打狗信號台眺望旗後街的展望。這是從陳子寮遠眺打狗港。這個地點大約位於今高雄市苓雅區大竹里。這是打狗信號台往打狗海峽、哨船頭、圓山方向的展望。位於哨船頭海邊的建築物有英國領事館、前清打狗海關、怡和洋行等建築。這是打狗海峽的展望，山丘上是英國領事官邸。遠處的山峰為圓山，又稱打狗山、打鼓山，現在又稱壽山。
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的台灣租景寫真帖，將130年前的台灣老照片運用 AI 將它生成為影片，分享給大家，希望你們會喜歡。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結束，謝謝收看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